为了置办造船厂，俗话说“伴君如伴虎”。胡雪岩此次进京，倘若稍有不慎，便会人财两空。然而，他却顺利地从慈禧手中得到了运作4省税收的大权，而且帮助左宗棠揽了造船事宜，还将自己的银行开进了北京城，为将来大展宏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那么，像慈禧太后这样的权贵们，为什么如此信任胡雪岩？胡雪岩为了把握这次商机，又使出了怎样出乎意料的策略呢？曾仕强教授为我们带来系列节目《曾仕强评胡雪岩》，敬请收看第7集《笼络人心》。雪岩从外面回来，大家在饭，他呢很开心，可是加了一道菜，吃一吃，他突然间就感觉到不太对劲，因为聂锦带来的鸭蛋，他调配出来的那个味道，就使得雪岩马上惊觉到，好像瑞锦到这来的，来客人了吧？可见他们两个是相当有默契的。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雪岩他有高度的警觉性。我们中国在全世界所有的人比较起来，我们警觉性可以说是普遍的很高。我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真的有很高的警觉性，慢慢的我们会把它淹没掉。忙于打大哥大，忙于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那你还有什么警觉性呢？瑞锦从后堂出来，将带来的小算盘送给雪岩后，便扭头出了门。而玉慧让瑞锦在钱庄做事的情况，却被泽林的夫人阿莲嫂和盘托出。雪岩听了很不高兴。这是家里的事，最好别多话。他这句话是说给所有的人听的，而伤害最重的就是玉慧，因为玉慧她再怎么样也是二太太啊。那二太太还很少，但心里也很伤心呢。你到现在还没有把我们当做你家里的人，那你始终把我们当外人，所以会种下后来他对泽云的很多的唠叨，其实跟这次事端是有关系的。雪岩在生气的时候口不择言，最后也是他深受其害。玉慧用力把，表示他已经气到不能再气了。他是一个很喜欢耍性子的，但是这次我们倒是很同情他。如果他连这种话他不在乎，他都不会把筷子丢走的话，那这个人也太可怕了。那我们就开始怀疑，他是不是伪装的很喜欢雪岩，然后想抢他的财产，甚至于谋财害命，他都做得出来。而且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啊，雪岩他只是把这些女人当作算盘上的珠子，拨来拨去，再算啊，玉慧现在还可以帮我什么忙啊？这个还可以帮我做些什么事情？也纯粹为了方便经营、方便从事这个行业而去跟人家在一起的。雪岩出门后去追瑞锦，瑞锦，杭州不被伤害，留下吧。你不用说了，你知道我是不会留下的。我们可以说他生平所接触的女人里面，他心里面最爱的就是聂锦，而偏偏两个人都是很拗，都是很倔强，都是自主性很高，而且都不会让的，也就注定了他们两个人不可能
有好的结合。瑞晋最终还是选择回杭州，而在遥远的北京皇宫里，西太后慈禧正在睡午觉。深受慈禧器重的太监李莲英在屋外小心翼翼。轻点，别出声，太后睡觉呢。我相信有很多人呢，嘴巴上骂李莲英，但是心里头还相当的羡慕，因为像西太后这样的人，李莲英能够跟他处得那么好，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各位看到西太后醒的时候，李莲英忙个不停；西太后睡觉的时候，她也不能睡。所以我们常常讲说，跟大人物在一起，你是会折寿的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可是李莲英他的一套，他这个人很会调试他的情绪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但是他的各种习惯，其实一般人都很难学得到的。你看一个杯子快掉下去，他就有那个本事把它半路沉下来，让它不发生声音。可是他也没有骂人。从很多细节上看呢，当然李莲英有他的坏处，我们不能否认。但是他这一套功夫啊，其实也蛮值得我们去，不是学习我们学不来的，去了解，说怎么样跟老板在一起，才会得到老板的信任。这当中有的学问在。正在这时，小太监送来英国公使的紧急奏折。而之所以有这封奏折，其实是洪章听说左宗棠要置办造船厂后，想与左宗棠争夺造船厂的，恳请英国人出面，希望获得慈禧太后的支持。英国人劝咱们造轮船，兴办海军，还说大英帝国乃海军王国，如让朝廷首肯，他们英国愿廉价相助，全力以赴。英国为什么要全力协助中国造兵船？我们先问各位，为什么美国到处要去其他国家的忙，是什么道理？听起来很好听，叫美元，我援助你，我不回收，什么都不要，真的吗？各位，我们4个人打麻将，你一家赢，赢到3家都没有钱。不打了，那不打，可是你还是想打，所以你就开始借钱，我借你300，我借你500，我借你1000，然后再赢，你们都欠我账。美元就是这个样子。哇，我不能用的武器卖给你，你反正不敢打我，可是你有的武器你就会不断的提升，那我就不断的卖，那才有人跟我打麻将啊。你看英国、法国不要帮助我们造兵船，就是他赢家嘛，他找不到谁跟他一起打麻将嘛，然后就给你几艘兵船，然后你敢打，你不敢打我，我不高兴我就打你，这不怀好意的，变着法儿的想惦记着大清朝的银子。太后明鉴，不过咱们要是给来个邪招呢？说下去，咱就造啊！飞入宫门，咱先磨刀，这刀磨快喽，那还不得由着咱们想什么时候宰就什么时候宰呀？李莲英出的主意，为什么习太后就听得起？习太后她也不是个万能博士，她什么都听得懂，她什么都知道怎么决定，哪里有这种人？她的标准就是中国人的标准。他发现你心中有我，你的话该不会骗我，我就听你。你心中没有我，那你再就不听就是了。现在他感觉到，好像所有人的心中只有李莲英有他。你看李莲英对他服服帖帖，做事情都站在他的立场来想。所以这种情况之下，你能怪他吗？那当然听李莲英的。当老板的人最在乎的就是这个干部心中有没有我的存在。如果连我他都不在乎，他胸根本没有我，那他讲什么话我都存疑，
我最好不要上当，因为他安的死心，我不知道。慈禧太后虽然决定借助英人的力量造反，但是对于负责这件事的人选却拿不定主意。于是李莲英便向太后建议，湘军里头还有个明白人儿，此人是大行皇上咸丰爷赏识过的。慈禧听出李莲英说的是左宗棠，思量过决定采纳李莲英的建议。李莲英骗人，他有他的一套啊，他不会说我推荐，他才不会。他说先皇很重视的人，你看又是个第三者，而这个第三者跟西太后是有很密切关系的人，所以我们要推荐，要保证，其实也有一套艺术。李莲英把西太后摸得一清二楚，但是他最高明的地方就是他从不表现出来。他说先皇很赏识一个人，也没有说请他来，也没有，他只提供信息，最后西太后会研判，他下的决定才算数。让内务府派个麻利儿的，命左宗棠火速到京，进宫密询。这，你李莲英，你敢下决定吗？所以这些啊，都是一般干部啊，要好好去反省的。你不能替老板做任何决定。西太后的旨意传给左宗棠后，信给胡雪岩，让他与自己一同进京。胡雪岩接到信后，惴惴不安。在那个时候，瞬息万变，谁也不知道下一步会变成什么样。雪岩每一次接到这种比较奇特的信息，他都是高度的警觉性，他不会掉以轻心的。能惊动朝廷的事情，恐怕只有造船一项。所以他就想啊，李鸿章想造船，左大人也想造船，这利益马上就冲突。那如果西太后支持李鸿章，他不敢对左大人怎么样，那我胡宣不就倒霉了吗？所以他就交代陈强，都有差池，财命两空。丞相，这么着，你再多给我准备一些现银，如遇不测，弃财报价。你财上尽了，还可以再赚嘛？啊，命没有了，只有一条嘛。我觉得这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很多人为了舍不得钱财，他宁可舍弃性命，这是非常不值得的。胡延来到京城后，想要送礼打通关系，就来到古董店。买卖过程中，古董店的老板与雪岩攀谈起来。常言说得好啊，送礼不送贵人，斗富不经四邻。以老朽之见，先生还是该把一身才智送给别人，这样既可以取信权者，又可以窃退小人。老板告诉他，送礼是不送贵人的。这句话很值得我们玩味，因为贵人他不会收你的重礼，贵人收你的重礼，他摆明的不是贵人了。很多话你倒过来想一想，你知道他意思是什么？他说你要凭你的真才实力，贵人才会帮你忙。你凭送礼，那人家收的礼比你贵重的多了，你比得过人家吗？你有多少财力可以不断的送呢？所以他趁这个机会告诉他说，不要在这个礼物上面去比贵重，好好振作，好好争气。我倒觉得这个古董店的老板是有良心的人。可雪岩听是听了，他心里也不以为然呢。他说谁是贵人，我怎么知道？老先生所言极是，不过我还是想要老先生的镇宅之宝宣德炉。经过一番的折腾，雪岩是买到稀世珍宝。
他这个稀世珍宝啊，也是看谁来衡量的。你送给李莲英可能是稀世珍宝，你送给西太后，那可能就不算什么稀世珍宝。可见每一件东西它的价值是因人而异的。胡雪岩将其重金买下的宣德炉辗转送给了李莲英，随后西太后便召见胡雪岩和左宗棠，言谈中对胡雪岩十分客气。听左大人说，你虽是个图利之商，小人只盼着国家安定，百姓安康。一般来讲啊，你说要西太后召见一个商人，就已经是高度的难得，又要对一个商人客气，那更是不可能的。只不过胡璇比较特别，因为左宗棠一而再，再而三的在奏折上面让西太后知道，有这么一个商人，就是跟其他人不一样。他不但出钱，他不但出力，他非常热心国家大事。所以西太后印象里面呢，这个雪岩是个很奇怪的人。小李子，像他该怎么个赏法啊？以奴才所见，太后您老人家赏他啥都应该，都应该。李莲英高明的很，他如果说你该赏他什么什么，那西太后就不高兴了，我还听你的，我偏不照你的。他说你赏他什么都应该，你看他都会讲话，我尊重你，但是建议你赏他多一点，他就这个意思了。所以西太后非常开。好，既是经营钱庄，就把江苏、江西、福建和浙江4省的税收大权交给你代理。拜谢太后隆恩。一句话就赏给他4省的财政收入的运作，不得了啊！虽然公款公用你1毛钱也不能赚，但是你那个流通的过程当中，你钱生钱不说，你还可以得到很多周边的好处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，不要老靠的要送礼来得到好处，但是该送的时候你也要舍得。我们不鼓励腐败，但是送礼跟腐败它是两回事。送礼跟腐败一定要把它分得很清楚。如果给了李莲英2个人套好了，我给你这个东西，你要给我什么好处，那就是腐败。没有，李莲英也做不了主，谁都料不到西太后会赏什么东西。那个时候是纯粹的送礼，那跟腐败是不关系。如果为了防腐败，连人情世故、过年过节的送一点礼物都不能做的话，那我看也太过分了。西太后不仅将4省税收大权交给胡雪岩，还让他继续辅佐左宗棠，兼顾海防。2人出宫后，左宗棠很兴奋。税收，这盘棋就活了。大人，4省税银的上缴必走钱庄票汇，现在南方钱庄与北方的票号势不两立啊！这万一中间受阻，我怕咱们得不偿失啊。一般人呢，高兴的时候他会得意忘形，他就冲昏了头，他没有想到后面的事情。雪岩当然很高兴的，平把税收的操盘的运作，这是求之不得的。可是他马上想到啊，这4个省都在南方，而他现在呢，他想把南方的钱弄到北方来用，这个
汇兑的通路是不通的。对他来讲，好像有等于没有一样。如果再透过别人，那就等于把既得的利益去委托别人。所以这就是高兴之余，还会想到我可能碰到什么样的困难。你说的这还真是个事儿，得想个法子。哎呀，你们这些商人呐，没生意发愁，有生意还是发愁。左大人毕竟是旁观者清，他看到和弦，如果说这个时候还发愁，那你什么时候不发愁呢？所以他就很感慨。他虽然不是生意人，但是他这句话就点中要害。你看，你是生意人，当物价一直涨的时候，你到底存货是卖还是不卖？你卖一个亏一个，因为你卖了再去买，价钱又高了。可是当生意不好的时候，你不卖你怎么过活？再说那些东西流行了，要么就是发霉了，要么根本就不能用了，你怎么办？卖也不是，不卖也不是。胡雪岩回来后，便决定在北京设立一个富康钱庄的分号。雪岩脑筋动得非常快，他知道你把钱集中在上海，运作很不方便，何况北京，你如果没有一个根据地的话，那也会影响到很多的商业行为。因此他就决定在北京要设一个富康钱庄。京城的富康钱庄很面对钱庄的新员工，胡雪岩自己没有说什么，只是询问员工们对有关规章制度的掌握情况。顺天富康钱庄有3回3清，你讲讲看。这种方式是最值得所有当老板的人学习的。老蒋，你把店员集合起来，你告诉他你们要怎么样，要怎么样，讲100遍也没用。各位都试过了嘛？人对自己的承诺，他会全力以赴；人对别人的交代，他顶多尽力而为，他不会全力以赴。有朝廷的支持，胡雪岩在京城的钱庄开得如火如荼。然而，李鸿章为了与左宗棠争夺造船厂的置办权，亲自来到了京城，暗中周旋。那么，胡雪岩是中斡旋获利的。为了在京城扎下根来，胡雪岩又是如何传播自己名声，打通朝野上下关系的呢？敬请收看第8集《蓄德养望》。